印度武器采购吃回扣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而这一次，法国突然展开了达索公司向印度出售阵风战机行贿的调查。那么这一次，印度军方到底吃了多少回扣呢？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印度采购阵风战斗机这事儿曾经被广大军迷们所高度关注。关注的核心要点并不是阵风战斗机性能有多强，而是印度斥资78亿欧元的天价去采购这批总数36架的阵风战斗机。一架阵风战斗机算下来就是 2.8 亿欧元，折合 3.3 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就是 21.4 亿人民币。这样的采购价格简直是战斗机中的王者，就是第5代隐身战机也望尘莫及。这并不意味着阵风战斗机的性能就值这个钱，而是在军火采购上被坑已经常态化了的印度，再一次在法国这儿被狠狠坑了一大笔。而就在日前，印度采购法国阵风战斗机这事儿被旧事重提。法国方面传出了阵风战斗机的制造商法国达索航空公司在阵风战斗机的采购过程中涉嫌向印度官员行贿的消息，目前已经启动相关调查。与此同时，印度总理莫迪这边也遇到了十分棘手的新情况。据法国媒体消息，法国国家金融检查办公室简称 PNF 日前发起了一项旨在针对印度采购法国阵风战斗机项目的反腐调查。法国反腐机构早在2021年4月份时就已经发布过一份调查报告，指出阵风战斗机的制造商法国达索航空公司涉嫌向一名印度中间人支付100万欧元的行贿款，但达索公司方面对于这一调查报告予以了否认，坚称在合同框架下进行的军火采购不存在任何违规行为。然而该事件并未到此结束，时隔2月之后，法国国家金融检查办公室正式介入的消息似乎更加证实了法国反腐机构早先的调查报告确有其事。如若不然，法国国家级的反腐调查机构也不会亲自下场介入该事件的调查，这显然已经涉及到了国家级层面的行贿腐败问题。而在法国方面的相关消息不断传来后，印度这边也是受到了波及，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新情况。随着事态的愈演愈烈，印度国内诸多反对人士开始不断发声。印度议会首席发言人兰迪普·苏杰瓦拉公开表示，称印度总理莫迪应该立即启动对阵风战斗机交易案的腐败调查，这其中存在的种种乱象和腐败已经十分明显，不能对此坐视不理。对于这些质疑和要求彻查的声音，印度总理莫迪本人及其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尚未做出任何回应。早在之前，印度同法国洽谈阵风战斗机的采购案时，印度国内的反对声就已经此起彼伏。许多印度民众及各界人士对于阵风战斗机那高达 2.8 亿美元的单价表示强烈质疑和反对，要求莫迪政府撤销采购阵风战斗机的合同。但是这些质疑和阻止的声音最终全都不了了之。印度空军仍然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对阵风战斗机的采购，但截至采购合同最终完成时，莫迪政府始终未向反对人士及外界解释说明采购细节。在法国方面启动反腐调查的消息传来之后，莫迪政府面临的情况一下子就变得异常棘手起来。之前的腐败猜测在法国的调查下已然成真。之前一直采取沉默和回避态度的印度总理莫迪，这一次必须要给外界及反对人士一个说法，不能再像之前那样随随便便的搪塞应付过去。而另一方面，印度军方以及印度官员在涉及军火采购的过程中吃回扣、收受贿赂的丑闻早已是屡见不鲜。作为俄制武器的使用大户，印度空军在几年前曾传出过要采购一批俄制新式空空导弹，用来搭配印度空军装备的俄制苏30 MKI 战斗机，借此增强战力的消息。但是这一本该水到渠成的军火采购到最后却不了了之，以俄印双方没谈拢为结果而彻底告吹。根据印度军方消息人士事后爆料的说法，造成这一结果的最终原因
是因为俄罗斯空军出口公司未支付给印度官员足够的回扣以及行贿款，这令负责军火采购洽谈的印度官员大为不爽，觉得无油水可捞，所以单方面取消了此次本已规划好的军火采购。在军火采购中的贪污、腐败、受贿、吃回扣等乱象早已屡见不鲜的情况下，莫迪政府此次会采取怎样的态度以及应对举措，这关系到莫迪的民意支持率以及其他诸多重要的问题。事态的后续发展如何，目前尚不清楚，这仍需要一些时间来静观其变，拭目以待。